各位街坊老友，咱们日常逛菜市场、逛连锁便利店、落脚街边简餐小店的时候，是不是总下意识挑选标注无糖、粗粮、天然养生字样的吃食？好多中老年朋友自打跨过40岁门槛，最怕血糖悄悄超标，三餐刻意避开蛋糕、汽水、精致甜点，自以为饮食管控做得面面俱到，血糖就能稳稳当当、安安稳稳，殊不知恰恰是这些被贴上健康标签的食物，才是蚕食血糖悄悄拉高身体糖值的头号隐患。这也是我行医数十年，接触上千位血糖异常病患后总结出来的切身经验。身边不少住在社区邻里的叔叔阿姨，明明戒掉甜食、少油少糖，定期体检血糖依旧居高不下，病根大多藏在日常不起眼的食材里。今天就掏心窝子和大家伙细数10种极易踩坑的隐形升糖食材，针对性拆解每一种食物的认知误区、身体代谢规律以及稳妥的食用办法。正在操心血糖管理，年纪落在40到50岁区间的老友，一定要认认真真听完，随手转发给家里同辈与长辈，避免辛辛苦苦养生，反倒一步步往血糖问题的坑里钻。先来讲第一种踩坑大户，市面随处能买到的无糖燕麦奶。不管是社区超市货架，还是楼下便利商店冷藏柜，这款饮品常年霸占健康饮品榜单。好多街坊听到燕麦2字，就笃定它低脂无糖，辅助调节血脂，早餐搭配面包、馒头再合适。不过，不少注重身材管理的中年姐姐、控糖大叔，常年把无糖燕麦奶当成每日标配早餐饮品。可大家您问过，燕麦本身富含淀粉，工厂量产加工时会采用水解工艺，打碎燕麦内部大分子淀粉结构，原本需要肠胃慢慢分解吸收的复合淀粉，直接被拆解成极易被人体快速吸收的小分子糖类物质。即便配料表没有额外添加蔗糖，食材原生自带的糖分消化速度也十分迅猛，升糖快慢等级处在偏高水准。晨起空腹喝下一杯液态燕麦奶，等同于空腹灌下一杯精致淀粉水，短时间内刺激胰腺大量分泌胰岛素，体内血糖数值接连往上攀升。我身边就有一位住在隔壁小区49岁的张先生，连续2年早餐固定1瓶无糖燕麦奶，日常饮食极少碰甜食，年度体检却查出糖耐量受损，就是长期饮用这款饮品埋下的隐患。在这里给到实用饮食建议，想要补充燕麦营养，优先选购整颗压片的原生干燕麦片，没有深加工、没有配料改良的纯燕麦，烹煮后食用，依靠食材自带膳食纤维延缓糖分吸收。各类调配型燕麦奶尽量减少饮用频次，避免长年累月饮用诱发血糖代谢异常。紧接着第2种极易被养生人群误判的食材，门店现榨鲜果原汁。近些年轻时养生风潮盛行，不少街坊嫌弃瓶装奶茶糖分超标，转而选购鲜果现榨果汁，觉得鲜果纯天然零添加，去掉额外加糖环节，怎么吃都不会加重身体糖分负担。不少宝妈控糖中老年，每日采购3-4种时令水果打成汁水，当作日间补水饮品，这也是流传范围极广的养生误区。咱们正常人直接啃食完整鲜果，果肉里丰富的果胶与粗纤维能填满胃部，少量进食就产生很强的饱腹感，肠胃吸收果糖的节奏平缓有序。可水果经过破壁榨汁之后，支撑饱腹感的膳食纤维大多被残渣过滤丢弃，留下来的液体是高度浓缩的果糖精华，短短数秒就能喝完3到4颗水果榨出的果汁。短时间大量果糖涌入身体，没法及时被机体消耗利用，剩余糖分便会在肝脏位置转化成脂肪堆积，日积月累不仅容易催生肝脏脂肪堆积问题，还会慢慢造成身体胰岛素耐受变差。等到胰腺调节能力下滑，血糖管控自然全线失守。之前诊所接诊过一位54岁的阿姨，坚持3年每日2杯鲜榨苹果橙汁，
不碰甜品零食。体检确诊胰岛素抵抗，就是长期饮用鲜榨果汁所致。医师给到的食用准则，想要摄入水果养分，优先带皮直接生食。细嚼慢咽，依靠粗纤维延缓糖分吸收。实在偏爱果汁口感，单次榨取只用单份水果，且连带果肉果渣一同饮用，杜绝绿渣只喝果汁的吃法。第三种，家家户户餐桌上高频出现的白米粥，搭配咸鸭蛋，更是老一辈最钟爱的清淡餐食。不少年过60的长辈肠胃偏弱，觉得白米粥无油无糖，软烂易消化，生病休养。日常控糖首选白粥配咸蛋，默认这款餐食是养护肠胃、稳定血糖的绝佳搭配。好多人喝了大半辈子白粥，从来没想过白粥是潜藏的升糖利器。大米本质属于精致淀粉原料，经过长时间大火熬煮，米粒结构彻底软烂糊化。糊化后的淀粉不用肠胃耗费过多力气分解，进入消化道短短数十分钟就被小肠全数吸收，快速转化成葡萄糖涌入血液。升糖快慢水准和日常饮用白糖水相差无几。再配上高盐腌制的咸鸭蛋，精致淀粉叠加过量盐分，一边快速抬升血糖，一边加重血管负担，双重诱因接连催生血压、血糖双重异常。小区一位68岁的李伯，3餐2顿白粥配腌蛋，饮食常年清淡少油，先后确诊高血压合并糖耐异常，就是常年饮食习惯造成的结果。想要安心喝粥，改良办法十分简单，熬煮白米时掺入黄豆、红豆、各类杂豆或者绿叶蔬菜碎，靠杂豆纤维减缓淀粉吸收速度。用餐顺序调整为先吃一盘清炒时蔬，最后小口喝粥，同步缩减白米用量，从根源降低升糖风险。第四种，打着健康旗号热销的花式全麦面包。不管是连锁烘焙坊还是超市散装面点区，全麦面包凭借粗粮标签成为减脂、控糖人群的常备主食。40岁上下注重体态的上班族、退休养生长辈选购面包首选包装印有全麦字样的产品，下意识避开纯白面粉面包。殊不知市面绝大多数平价全麦面包仅仅在精致小麦粉里掺入零星麦麸碎末充当点缀，主料依旧是精加工白面粉。而为了迎合大众偏爱松软香甜的食用口感，商家制作阶段还要额外添加植物油、白砂糖调和风味，成品油脂与添加糖含量居高不下，升糖反应和普通白面包差距极小。很多人因为认定全麦健康，单次食用分量不自觉增多，糖分摄入总量反倒超标。此前有位45岁写字楼职员，午餐固定2片全麦面包，坚持大半年后，体检血糖临界超标，深究原因就是选错加工全麦面点。挑选全麦面包，记住一个实用诀窍，拿起包装配料清单，配料排行首位必须是全麦粉，小麦粉排在配料前几位的产品通通归类精致面点，日常尽量少买少吃。第5种，风靡便利店的能量棒与蛋白棒。登山徒步、健身房锻炼前后，随处可见中年人随手选购，产品宣传主打高蛋白、快速补能。不少40岁想要维持肌肉量的男士、减脂年轻群体把能量棒当成加餐首选，觉得小小一根代餐零食既能补充优质蛋白，又不会造成糖分超标。可翻看产品营养配料表就能看清真相，绝大多数量产能量棒为优化入口口感，添加麦芽糖浆、玉米果葡糖浆、结晶蔗糖等多种添加糖类。单根零食内含的添加糖分量折算下来快要接近大半瓶含糖汽水，蛋白质与膳食纤维含量反倒微乎其微。只有从事长时间高强度户外赛事、超长距离体能运动的人群才需要及时补充这类高热量零食。日常饭后加餐、短途散步之后，完全没必要额外食用，口渴直接喝白开水。加餐选用水煮茶叶蛋，原味无糖酸奶性价比更高，
规避隐形糖分偷偷超标。第6种搭配沙拉必备的各式佐餐酱料：芝麻酱、千岛沙拉酱。酸甜沙拉汁是其中重灾区，近些年轻食沙拉风靡大街小巷。控糖减脂人群3餐常吃生菜、小番茄、黄瓜拼凑的素沙拉，光吃青菜寡淡难咽。大部分人会大量淋入各式酱料调味，自认为蔬菜健康，酱料少量添加无关紧要，却忽略酱料才是隐藏糖分的藏身之处。不管是浓稠芝麻酱还是酸甜口千岛酱，生产配方里白砂糖、果葡糖浆稳居配料榜单前列。单舀1小勺芝麻酱，隐藏添加糖就达到数克。大量酱料裹满菜叶，等于把整盘蔬菜浸泡在糖油混合液体当中，油脂延缓胃部排空效率，糖分缓慢持续被身体吸收，让餐后血糖长时间处在高位运行，长年累月血管持续被高糖血液浸泡，慢慢出现血管弹性变差的问题。想要健康吃沙拉，替换调味方案很容易实现，改用纯酿造黑醋搭配少量原味橄榄油，或是新鲜挤压柠檬汁拌菜，零额外添加糖，既能丰富菜品风味，又能守住控糖底线。第7种被奉为养生粗粮的薯类食材：蒸番薯、水煮南瓜。焖土豆是中老年替换精米白面的热门选择。听闻粗粮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不少控糖人群正餐吃饱米饭之后，额外蒸烤番薯南瓜当配菜，觉得多吃粗粮有益身体健康，完全忽略番薯、南瓜、土豆从营养学分类上归属淀粉类主食，和大米白面同属碳水大家族。正餐吃下足量米饭，再大量摄入薯类，碳水总量直接超标。另外，食材烹饪方式直接左右升糖快慢。完整生薯升糖速率处在中等区间，经过炭火烘烤、空气炸锅、高温焖煮之后，食材内部淀粉深度糊化，升糖水准直线飙升，吸收速度直逼精致白糖。社区一位52岁阿姨，晚饭1碗米饭再加1整个烤红薯，坚持1年时间，餐后血糖屡屡超标，就是碳水叠加过量引发。正确吃法是用蒸制、清水白煮的薯类等量替换正餐米饭，不在米饭薯类同时，把薯类当作主食而非配菜食用。第8种餐桌上高频使用的调味酱汁：瓶装番茄酱、泰式甜辣酱。广式叉烧酱暗藏巨量添加糖，吃炸鸡、叉烧饭、河粉汤面时，多数街坊习惯淋上大量酱汁提味。大家单凭口感判断，番茄酱带着明显酸味，主料由新鲜番茄熬制，应该不含多余糖分，实际工业化量产酱料，为中和番茄天然酸涩口感，优化浓稠质地，生产过程掺入大量果葡糖浆。1小勺瓶装番茄酱内含的添加糖折算成家用白糖能达到1-2小勺。叉烧酱、海鲜甜辣酱同理，全是隐形加糖重灾区。很多控糖老友严格戒掉甜品、含糖饮料，做菜调味依旧大把下放成品酱料，糖分悄无声息超标，血糖始终没法稳定回落。日常烹饪调味优选天然新鲜配料，葱姜蒜、干辣椒、黑胡椒天然提香。想要酸甜口感，自行用新鲜番茄慢熬酱汁，避开量产瓶装调味酱料。第9种，夏季热销的瓶装凉茶与草本茶饮闷热时节，街头茶饮铺、超市饮品区，五花茶、夏枯草、鸡骨草凉茶销量居高不下。老一辈认定草本凉茶有中药材熬煮，主打清热降火，入口带苦涩，口感自然不含糖分。可市面上面向大众售卖的成品凉茶，为改善中药苦涩难咽的口感，熬制阶段大批量添加冰糖调和味道，苦涩只是草本原料本身特质，甜味被苦味遮盖，很难直观察觉。一小瓶瓶装凉茶暗藏的糖分折算下来堪比数块方糖，即便是标注微甜低糖的菊花蜜茶、蜂蜜草本茶，也添加不同分量果葡糖浆。只有完全无额外加糖的古法原味苦凉茶，才不会额外摄入隐形糖。想要清热补水，日常优先饮用凉白开。
需要饮用草本茶饮，挑选无添加糖的散装现煮苦茶。第10种中老年常被选购的脱脂低脂纯牛奶。步入中年之后，不少街坊担心血脂偏高，骨质疏松，采购乳制品只认准脱脂款牛奶，默认去掉脂肪的奶品低脂低糖，适配血糖偏高人群长期饮用。多数人不了解，牛乳脱去天然乳汁之后，液体口感寡淡如水，生产厂商为优化饮用体验，会少量添加糊精、微量糖类填补风味缺口，无形中增加隐性碳水，再加上天然乳汁具备延缓肠胃排空的作用，全脂牛奶里的脂肪放慢乳糖吸收节奏，脱脂牛奶缺少脂肪阻隔，内里乳糖被肠道快速吸收，短时间拉动血糖上升。只有确诊重度高血脂、遵医嘱严控脂肪摄入的人群，必须选用脱脂奶。普通血糖偏高的中老年，日常适量饮用全脂纯牛奶，对血糖管控反倒更友好。细数完10种隐形升糖食材之后，咱们不得不正视当下慢性病年轻化的现实问题。早些年血糖异常、确诊糖尿病的病患大多集中在60-70岁高龄群体，现如今诊所每月接诊30-40岁确诊糖耐受损。早期血糖异常的上班族逐年增多，深究根源离不开长期外卖就餐、隐形糖分不间断摄入的日常饮食习惯。很多年轻人3餐靠快餐、精加工零食凑数，日复一日隐性糖分超标，年纪轻轻就踩进代谢病症的圈套。糖尿病最让人忌惮的从来不是血糖数值临时升高，而是长期高血糖诱发的全身连锁并发症，血液长期维持高糖状态，全身血管持续受损，眼底微血管病变严重，可造成视力衰退甚至失明。肾脏细小血管持续受损，日积月累影响肾脏正常代谢功能，下肢末梢血管循环变差，轻微磕碰伤口难以愈合，极端情况会出现肢体溃烂问题。除此之外，心脑血管病变、突发性中风，大半诱因都和常年血糖管控不当挂钩。控糖养生从不是一刀切戒掉所有美食，而是理清食材本质，调整饮食逻辑，避开隐形糖陷阱，守住日常饮食底线。在这里整理一套好记好用的日常控糖饮食口诀，方便各位老友积劳践行。优选原生完整食材，远离深度加工食品，少碰长时间高温焖煮的精致主食，多吃应季新鲜绿叶蔬菜。吃饭严守进餐顺序，先吃蔬菜垫肚，再吃肉蛋食材，最后少量摄入主食，严控各类瓶装酱料，调配型饮品摄入。结合口诀搭配1日3餐实操示范。早餐准备水煮鸡蛋2枚，清炒油麦菜1小碟，小半碗原味蒸杂粮饭，舍弃各类调配奶精加工面点。午餐1盘清炒时并青菜、瘦肉清蒸配菜，1拳分量杂粮米饭，调味只用天然葱姜辣椒，不添加成品酱料。晚餐以凉拌素菜、少量豆腐鱼虾为主，主食减半或是替换少量蒸山药。3餐搭配简单易操作，饱腹的同时平稳管控餐后血糖。最后麻烦各位老友把今天学到的控糖食材干货多多转发，分享给身边同龄街坊、家中年迈长辈，帮忙避开养生误区，不要再被无糖粗粮的营销标签误导，盲目选购暗藏升糖隐患的加工食品。养生没有捷径，吃对食材，管好日常3餐，就是守护血糖稳定最实惠的办法。祝愿所有收看视频的老友，日常饮食少踩坑，血糖平稳，身体康健。咱们下期接着分享实用居家养生饮食知识。